俄美领导人上周三刚刚在日内瓦举行会晤后，3月被召回国的俄驻美大使安东诺夫随即启程返回美国。然而，就在外界预计俄美关系出现转机之际，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表示，美国正在准备对俄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美方表态让欧洲盟友感到错愕，俄罗斯方面却称这是美方一贯的伎俩，早在意料之中。上周，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后，同意将各国的大使再次派往对方国家的首都，以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今年3月，拜登在接受采访时承认，他认为普京是凶手。美俄关系降至冰点，两国大使陆续分别被政府召回。当地时间周日，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诺夫正在返回美国的飞机上，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却表示，就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的所谓中毒事件，即将对俄进行新一轮制裁。For Russia's harmful activities in the future. So that is coming soon? We will take a backseat to no one. It will come as soon as we have developed the packages to ensure that we are getting the right targets, and when we do that, we will impose further sanctions with respect to chemical weapons. 对此，俄驻美大使安东诺夫抵达美国后回应称，美国类似的做法并不陌生，但很遗憾，这种伎俩无法使俄美关系保持稳定，也不会是俄美两国总统给出的方向。指望一次元首会晤就解决美俄关系的所有问题是不可能的。那么同时这次峰会之后呢，实际上两国各自还面临着比较重要的国内政治议程。峰会之后呢，美国国内对拜登的批评声音，包括这种只认为是俄罗斯获利了，而美国是一个失败者的这样一个声音呢，实际上也需要美国政府做一个回应。所以美国在峰会之后又举起了这种制裁的大旗，实际上是显示了这样一个姿态。针对俄美领导人会晤，俄罗斯方面表示，会晤虽然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在涉及乌克兰和人权等诸多问题上，双方仍然存在着明显分歧。但普京和拜登进行了坦诚的交流，这本身就很重要。要积极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与俄方的积极表态不同。沙利文在接受采访时说，要根据俄方的表现来评判会晤成果。沙利文还借用了一句拜登在普京会晤后记者会上说过的一句话。We don't know. We can't predict what the next year will bring. At this point, as President Biden said, the proof of the pudding will be in the eating. 沙利文近来连续接受多家美国媒体的采访，他还表示，美国将继续针对参与北溪2项目建设的俄罗斯公司实施制裁。对此，俄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表示，美国此举是恶意竞争的典型案例，目的就是为了扩大美国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他同时表示，俄罗斯有可能对制裁采取对等回应，也可能采取不对等的回应措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也回应称，美国此举只不过是在掩盖其在欧洲缺乏竞争力的事实。北溪2项目旨在铺设一条从俄罗斯经波罗的海海底到德国的天然气管道，可绕过乌克兰，把俄天然气输送至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项目全长约1200公里，超过90%的管道已经铺设完成。包括拜登政府，包括共和党政府，实际上都对这种建制派对俄罗斯的这样一个高压的立场，或者说要遏制俄罗斯发展的这样一个立场都不会改变。所以实际上两党在对待俄罗斯的立场上是有比较明显的共识的。所以看不到在美国国内有很强大的这种可能缓和对俄关系的这样一个力图和意场。相比俄罗斯，欧洲盟友更显错愕。德国经济周刊周一报道称，这是拜登反悔了吗？因为就在美俄领导人峰会前，拜登取消了北溪2号项目的相关制裁，据称是为了不危及美国与欧洲，特别是与德国的关系。然而才过了一个周末，美国又可能出现掉头。尽管沙利文称出于尊重和礼貌放弃对欧洲企业的制裁，但制裁俄罗斯公司也就意味着制裁这一项目，必然影响项目实施，同时可能引发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的不满。对此，沙利文试图进行解释。We have in fact sanctioned several Russian entities when it comes to Nord Stream 2. We waived sanctions only on 2, and they were not Russian. It was a German individual and a Swiss company.
And the notion there, Dana, is that when President Biden took office, Nord Stream 2 was 90% complete. That happened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o the question to us was, will we go after directly using our sanctions power? 另外，俄罗斯卫星网报道，当地时间周一，已返回美国的俄驻美大使安东诺夫与即将离任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举行了友好会晤。安东诺夫向崔天凯讲述了有关日内瓦俄美峰会的情况。